千年古迹在短短2个小时内直接被烧成一堆废墟，你敢相信吗？最近这半年来，日本各地历史悠久的珍贵神社和寺庙，居然接二连三地发生大规模火灾。网络上各种阴谋论排山倒海而来，有人说是特定的宗教团体在发动恐怖攻击，甚至有右翼网民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是一场针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密谋袭击，还是一连串诡异的巧合？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这条影片我会用各方公开的调查报告与统计数据，带大家一起揭开这场轰动全日本的神社寺庙连环失火真相。首先，我们来看看最近震惊全日本的2个重大火灾案例。第一个是发生在富山县高冈市的名刹大法寺，这座寺庙是在室町时代开山的，算一算历史非常悠久。就在今年的5月16号傍晚，大法寺突然窜出熊熊烈火，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把重要的本堂给完全烧毁了，更可怕的是，因为火势太大，直接延烧到了周边的住宅区。根据官方在火灾之后的统计，包含寺庙本身在内，总共有高达13栋建筑物受到波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财产损失。紧接着不到几天，5月20号的清晨，全日本最不想看到的悲剧发生了。地点在广岛县20日市宫岛町的岩岛，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位于弥山山顶附近的圣地不肖灵火堂突然发生大火。这座古庙里面供奉着弘法大师空海在西元806年点燃的护摩圣火，足足燃烧了1200年，从来没有熄灭过。它同时也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和平之火的原始火种。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短短不到2个小时内就把整座木造的灵火堂烧成了灰烬。虽然幸好僧侣们平时有做分散保存，火种没有完全熄灭，但建筑物全毁的事实已经让无数文物爱好者痛心不已。其实，如果仔细去翻查今年的新闻记录，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单一事件。光是今年在日本被烧毁或严重受损的寺庙神社名单，长到让人心惊胆战。我依照时间顺序帮大家整理了一下。短短不到半年，从南到北，日本的传统宗教建筑密集的失火，这种频率也难怪会让日本社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不解与恐慌。当这些大火接二连三发生时，现场的消防部门和警方都还来不及深入火场做完整的火灾调查，网络社群上却早就已经炸开了锅。各种精心制作的失火懒人包和地图交叉对比图在各大平台上疯传，很多网民直接得出结论，这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针对日本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连环恐怖袭击。其中最主流的一派阴谋论将矛头极其迅速地指向了特定的伊斯兰教徒，也就是穆斯林。为什么大家会突然怀疑到伊斯兰教徒头上呢？这就跟另外一个看似不相关，却在网络上被强行绑定在一起的事件有关，那就是猪舍火灾。在神社连续失火的同一时期，日本宫崎县养猪场也频繁传出火警。这时候，网络上一些极端的排外言论就开始带风向说，伊斯兰教徒因为宗教信仰是不吃猪肉的，甚至视猪为不洁之物。于是，阴谋论者就把烧猪舍和烧神社这2件事硬生生扯在一起，暗示这是极端穆斯林为了破坏日本农业跟文化所做的组织性纵火。甚至连一些欧洲一些反移民的网红也公开在网络上发文煽动说，为什么日本的神社跟猪舍一直烧，回教徒的清真寺却从来没事？这让日本国内恐伊斯兰的社会气氛被炒作到了最高点。其实，在今年3月2号，在北海道江别市，一个巴基斯坦人开设的公司和清真寺也发生过火灾。警方认为事件有可疑，现在还在调查中，但在网络上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
更夸张的是，除了伊斯兰教徒，日本一部分右翼网民在缺乏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在网络上污蔑、怀疑这一切是中国人主使，并勾结穆斯林犯下的罪行。他们在社群媒体上留言，认为这是特定外国势力在对日本进行文化清洗，甚至发起各种投票，煽动群众要把外国人赶出日本。那么海外，特别是欧洲，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在国外专门讨论日本时事的论坛上，许多欧洲网民纷纷发出警告，他们留言说，日本千万不要走上欧洲的老路。这些欧洲网友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近年来欧洲也频繁发生历史悠久的教堂莫名失火或遭到人为破坏的事件，通常伴随着大量移民涌入带来的文化冲击。因此外国网民也开始善意提醒，认为日本必须更严格地审查移民政策，团结起来反对过度的全球化，才能守护好自己伟大的历史文化财产。在这里我必须非常中肯客观地告诉大家一个最核心的事实，截至目前为止，警方跟消防单位的鉴识结果中，没有任何实质直接的证据显示这一连串的失火是恶意纵火。而日本官方，包括内阁与警察厅，目前也完全没有发表任何认定这是组织性放火或恐怖袭击的官方声明。换句话说，目前网络上传的沸沸腾腾的言论100%都还停留在民间阴谋论的阶段。既然没有证据是外国人放火，那为什么最近神社、寺庙的火灾感觉特别多、特别频繁呢？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从日本神社、寺庙的物理特性与数据事实这两个层面来客观分析。首先，我们必须打破一个盲点，日本的神社和寺庙真的越烧越多吗？如果我们去翻阅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官方消防白书，用客观数字来说话，在2008年的时候，日本的神社和寺庙的年度火灾件数是150件。到了前几年，2023年和2024年，出火的件数已经大幅下降到了59和58件。从统计学的宏观角度来看，过去这20年来，日本神社寺庙的火灾件数实际上是减少了超过一半以上，整体的纵火案件也是在逐年递减的。之所以今年大家会觉得很频繁，主要是因为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将这几起历史古刹的火灾高度集中推荐在大家面前，加上短时间内刚好发生了几起大火，才在视觉和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那么这些木造古迹失火的真正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是木造建筑本身的脆弱性与延烧风险。大家知道，日本绝大多数的古老寺庙和神社都是纯木造结构，这些木材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干，里头的含水量极低，在物理上就等于是一堆超大型的干燥柴火，一旦不小心点燃，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会演变成全烧的状况。加上日本今年常有强风或极端天气，像是富山的镰造寺，就是因为旁边一般住宅先起火，在强风吹袭下，住宅的火舌直接飞上本堂的屋顶，导致整座寺庙无辜被烧光。第二是宗教仪式不可避免的明火不慎。寺庙、神社是宗教场所，平时做法事、上香、祭祀，一定会大量使用到明火，特别是传统的蜡烛。许多古迹在实物调查中发生失火，往往是因为点燃的蜡烛没有完全熄灭，或者是芯的部分燃烧过后断裂落下，甚至蜡烛意外倾倒，点燃了旁边的香烛、桌布或是榻榻米，才导致无法挽回的大火。第三，也是现代社会最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电器漏电和电线老化。很多寺庙并不单纯只是个拜拜的佛堂，后面通常都紧连着僧侣和方丈一家人生活起居的空间，里面有厨房、有冰箱、有各种现代家电。正如富山县光庆寺的方丈在接受采访时所担忧的，许多古老寺庙的内部电线都已经几十年没有更换了，
在木造建筑的墙壁内部，老旧电线因为经年累月的使用，极容易发生漏电或是短路起火。这半年来的几起案例，很多都是一开始的起火点根本不是拜拜的佛堂，而是从生活区的厨房或老旧家电漏电开始烧起，最后一路延烧到本堂。第四是无人化与防灾害设备的不足。日本现在面临严重的少子高龄化，许多地方的小神社或小寺庙，平时根本没有神职人员常驻，处于夜间无人的状态。这意味着，当深夜因为电线短路或不明原因火灾起火时，现场没有任何人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拿起灭火器扑灭。等到附近的居民看到黑烟，打电话报警的时候，火势早就已经侵入木造结构的中心。消防队赶到也只能尽力阻止它不要扩散而已。看完了官方的数据与实际的起火原因分析，我们可以明白，虽然网络上的阴谋论听起来非常耸动，充满戏剧张力，但现实中日本神社寺庙所面临的其实是更为现实的高龄化管理体制破绽与古老木造建筑的防火困境。目前日本许多有危机意识的寺庙已经开始展开自救，例如把法会用的传统蜡烛全面更换成不易燃的安全蜡烛，甚至在无人的纳古堂直接改成电气式蜡烛，就是为了彻底杜绝火源风险。古迹的守护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防火设备更新与日常的用电安全检查，而不是盲目的猜忌与仇恨言论。大家对这一次日本神社寺庙的连环失火事件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网络上的阴谋论为什么会传得那么快？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理性看法。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分享，请记得帮和田先生的频道点个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深度解析的精彩内容。我是 Alex， 下次再见。